父皇让我在江远鹤和谢兰之间选一个驸马。在我将要做出选择的时候，空中出现了一排牌字：小公主不要选谢兰啊，她有大抱负，成为驸马只会毁了她，无法入庙堂，也不能光明正大的和才女有灵魂碰撞。拜托也不要选江远鹤，小将军做了驸马跟雄鹰被斩掉翅膀有什么区别？我现在有些烦小公主了，一个没用的拖累，不如送她去和亲。我在原地茫然，无法指向任何一个人。这时又一排话出现：不要替江远鹤做选择好吗？他在边境练出一把子力气，就盼着给小公主服务呢，不让江远鹤入选的人是想毁了他吗？我的目光聚焦，落到跪在堂下的江远鹤身上，他的力气往我身上使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父皇让我做选择。跪在底下的二人都静默无声，空气中的话语在互相反驳争吵。要是谢兰成了驸马，他以后都完蛋了，没办法施展抱负，也没办法跟红颜知己正大光明交流，落得郁郁而终的下场。好可惜，要是谢兰没当驸马，他跟叶咬知音相遇，琴瑟和谐，那该有多幸福。江远鹤在战场做小杀神不好吗？他回来凑什么热闹？被皇家夺权就老实了。江远鹤不乐意，其实不然，他把小公主小时候掉的手帕都洗得发白了。看看我们小将军吧，服务意识一流，而且有劲儿，他真实。不管黑的白的，都说成黄的是吧？江远鹤党消停会儿，江远鹤对他来说就是个陌生人。他什么时候能明白谢兰不想做驸马，也不喜欢他，他对谢兰的喜欢只会让谢兰厌烦。这句话像针尖一样扎进我的心里。我倾慕的人是谢兰，我的喜欢让他感到厌烦。空气中的争吵还在继续，我的目光落到那两个人身上。两个人虽跪着，脊背不弯，各自有一股气节。父皇从世家子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他疼宠我，挑出人中龙凤来配我，无所谓被挑中的人愿不愿意。我也没有思索过，跟谢兰白头偕老是我从小认定的自然而然的事。可是空中的话让我迟疑了。想好了吗？我看向父皇，父皇的目光威严慈爱，我做什么都由他兜底，想选谁就选谁。我抬起手，顺从自己的心意，缓缓指向谢兰的方向。谢兰跪在地上，神魂却不在这里，面无表情，眼里是空无一物的冷漠，跟我记忆中温和明媚的谢兰完全不一样，是我没有见过的谢兰。手指只微微抬起一点，就因他的神情停住。我看向江远鹤，他似乎没想到我会突然看向他，面上沮丧不忿的表情没来得及收起，神情空白了一瞬，随后看向我的眼神越来越亮。我收回手，吐出一口气，转身小跑到父皇身边，对他附耳说话。父皇有些诧异，眉梢微挑，他对我颔首，对两人说：“你们先下去。”这5个字让谢兰眼眸轻颤，他抬眼看过来，与我对上视线，似乎有些不解。江远鹤出声：“陛下，公主的选择呢？”父皇冲他们挥手，圣旨会送到准驸马府上。怎么没公布啊？小公主选了谁？还没选择，就是都有可能。江远鹤的嘴角都要上天了。谢兰明明不想被选，为什么现在没被选还一脸凝重啊？应该在思索怎么让小公主不选他吧。他现在已经跟叶咬见过面，两个人都有了好感，被小公主横插一脚就太可惜了。横插一脚？我与谢兰一起长大，我跟她认识的更久，怎么还是我横插一脚？我垂下眼睛，趴到桌面，脑子里只有谢兰，读书的谢兰，舞剑的谢兰。她是皇兄的伴读，少年挺拔，芝兰玉树，站在皇兄身边也毫不逊色，见到我时总是笑着，给我带民间的小玩意儿。只有我有，皇兄都打趣我才是谢兰唯一惦记的人。我站起来，跑向皇兄的寝殿，求他给我打掩护，我要出宫找谢兰。现在天色将暗，皇兄磨不过我，给了我令牌，让他的暗卫随身保护，才放我出宫。小公主要跑空了，谢兰根本不在家。她一出宫就遇见叶咬，两个人去临水亭赏画去了，这会儿正郎情妾意，舍不得分开。小公主是不是看出来谢兰不想做她的驸马，所以才没有直接选？看不看得出来不重要，她愿不愿意放过谢兰才是问题。像他们公主要什么有什么，娇惯的脾气，
怎么会受得了心上人不要他？明知道对方有心上人还硬要成亲，那他有些贱了，活该后半生被谢兰冷暴力。那些话钻进我的脑子里，充满了幸灾乐祸与恶意。如果我想要和谢兰在一起，那我就是不可饶恕的坏人。我堵着一口气，让暗卫带我去临水亭。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根本不信。谢兰不想做我的驸马，她有了心上人。这些话我都要听她亲口说。只要她说她不想娶我，我就不纠缠。询问她的勇气，在看到她与一个姑娘并肩而立时消散。那个姑娘在她的鼻尖点了一点墨字，谢兰微微一愣，无奈地笑起来，耳尖红得彻底。有些话不问也知道了。小情侣好甜。谢兰跟叶瑶在一起，可比和小公主在一起自在多了，还要顾及皇权，两个人根本不平等。谢兰没有抗拒被选也是皇权压迫，可怜人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婚姻，难怪她怨恨小公主。谢兰对我有怨。正值暑天，我的手指都在发凉。亭子里的人好像感应到我的视线。谢兰看到了我，她脸上的笑意顷刻间收起，擦掉鼻尖湿润的墨水，向我走来。胡风吹起她的衣袂，她向我行礼，参见公主。她是谁？谢兰微微抿唇，似乎在顾忌着什么，微不可见地挪动身形，挡住我的视线。只是路人而已。维护她的意图清晰可见。她把我当成了洪水猛兽，唯恐我对那位姑娘不利。我不知道我在她眼里是这么一个狠毒的形象。心头被密密麻麻的扎痛，我攥紧了手心，僵硬地挺直腰，佯装无事对她开口，是吗？那你送我回宫，我没带侍卫。我的话。亭子里传来焦急的女音，挂起来的话被风吹起，落进湖里。那位姑娘为了简化，半边身子探出亭外。谢兰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她完全忘记我的存在，飞奔回去将那个姑娘揽进怀里。在我印象里，几乎没有谢兰失态的样子。我望着她劫后余生般大松了口气，姑娘羞红脸，从她怀里退出来。他们的眼中仅有彼此，容不下第三个人闯入。这就像空中话里说的那样，郎情妾意。企图挣扎的最后一点心意，在看到这一幕后烟消云散。我收回视线，转身离开。公主。谢兰唤了我一声，我没有回头，再没有第二声响起。我知道了她的选择，也知道了我的选择。空中那些话确实说得不错，我自小娇惯着长大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这世间好男儿又不止谢兰一个，何必死缠烂打，自取其辱？只是胸口稚涩，太过难挨。我以为是没有言明的两情相悦，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望月楼是皇兄和谢兰带我来的，他们两个谈论太傅留下的功课，我品尝宫外美食。这次只有我一个人。酒太辣了，我喝了一口就喝不下去。听闻一醉解千愁，我抱着酒坛子掉眼泪，连买醉都不会。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谢兰心里没我，我也不会选她。只消醉一次，我就能放下她。我劝着自己，又抿了一口酒，皱紧眉头咽下去。小公主不会喝酒就不要喝啊，人家天作之合，勉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她不会再选谢兰了吧？看看我们小将军啊，他出宫跑了10圈教场，嘴角硬是降不下来，还以为公主看上他了。不一定。公主的性子说不准要对谢兰强制爱，管她甜瓜苦瓜，摘下来就是她的瓜。他们凭什么这么揣测我？我才不选谢兰！我没忍住呛了出来。空气中的话停了停，随后滚动得更乱。他能看见弹幕？喝醉了吧？说胡话呢吧？暗卫只负责安全，主子的决定都不会闪手。难道小公主要在宫外过夜？江远鹤被他士兵拉来这里吃饭了，怎么让江远鹤看见小公主？急！江远鹤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让他看见我？我不耐烦地闭上眼，不再去看他们说的话。门突然被敲响，我没有理会。敲门声停了一下，又响起来。我砸了一个酒杯过去，吵什么？酒杯碎裂，门被推开。江远鹤人高马大，把门口堵严，转身把他身后跟着的士兵赶走。他进来，蹲在我旁边。公主喝醉了。我偏开头，没有，就喝了2口。我送公主回宫。我看向他，他抬起手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，
突然又收回去，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。手帕洁白，没有一点花纹。我没有接，透过眼前水雾，无声地打量它。在边境受风吹日晒，它没有谢兰那样白净，身板比谢兰更加健硕。谢兰身上总带着熏香的味道，江远鹤身上没有熏香，充斥着一股阳光晒透被子、太阳烤焦青草的味道，并不难闻。他应该沐浴过，发梢湿润着。我捻了捻他的发尾，他整个人像是被定住，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一动不动。我想起空中那些话，有关江远鹤的乱七八糟的话，很多我都没听明白。他看起来是很有力气，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压下上身，逼近他的眼睛，不错过他神情变化。你想做我的驸马吗？江远鹤凸起的喉结滚动，没有犹豫的重重点头，想。我弯了弯眼睛，那就由你送我回宫。我对江远鹤印象不深，官员之子太多，出类拔萃的已经记不过来，更不要说江远鹤10岁时就跟着他爹去了边境。再仔细想，一个大块头突兀地闯进我的脑海里，他像一堵墙，撞他身上把我疼哭了。他慌张地给我擦眼泪，他的袖子磨得我眼睛疼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推开他，自己拿帕子擦眼泪。看他无措的样子，傻傻的骂了他一声笨，也没有多加责备。那个大块头就是江远鹤，他套来马车，亲自驾车送我回宫。皇兄在宫门外阴沉着脸，我下了马车，心里哆嗦，躲在了江远鹤身后。江远鹤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动了一下，完全把我挡住。他对皇兄行礼：“太子殿下。”皇兄的声音古怪：“江远鹤，二儿怎么和你在一起？”我拽了拽江远鹤的衣角，不能让皇兄知道我喝酒了。他很聪明，意会我的意思，平稳地对皇兄说：“偶遇公主，她独身在外，微臣担忧她不安全，所以送公主回宫。”我从他身后探出头，对上皇兄严厉的目光。还不过来？我磨磨蹭蹭地从江远鹤身后挪出来，走到皇兄身边。皇兄在人前给我留面子，没有说什么。我随他往宫门里走了几步，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去看。江远鹤还站在原地望着我，他似乎没想到我会突然回头，视线闪了闪，对我笑起来。我小跑到他身前，将手帕还给他。满脸眼泪的出酒楼实在不好看，最后还是用了江远鹤的手帕，样式朴质，料子却是极软极好的。江远鹤将手帕拿回，突然出声：“公主，我还能再见到公主吗？”他的视线明目张胆，火热地盯着我。我被他看得不自在，正想回答，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谢兰翻身下马，迅速跑来，声音中带着喘息：“公主。”他站定，匀了会儿呼吸，看到了江远鹤，脸上焦急的神情寸寸消失，冷淡下来，语气远比任何时候都要疏离冷漠：“公主安全回宫了就好。我在酒楼待了那么长时间，她现在才来宫中找我。”我嗯了一声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切待他。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看了江远鹤一眼，有一瞬间露出失措，很快压下一仰，对江远鹤拱手诞声道：“多谢江将军送公主回宫。”我下意识看向谢兰，江远鹤皮笑肉不笑：“谢公子客气，我送公主回宫，何须你来道谢？”他心直口快，谢兰却没有听懂他的讥讽似的，垂眸对我说：“回去让宫女点上我前段时间带给你的燃香，可以助眠安神。”我没有应下，而是思索着江远鹤送来的东西占据了宫殿太多的地方。空中滚动着名为弹幕的话，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？谢兰发觉是江远鹤送小公主回来的时候，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谢兰对小公主有占有欲，这对吗？别搞啊，既要又要，我要生气了。也不算既要又要吧，小公主毕竟是谢兰的青梅竹马，关心青梅竹马不很正常？江远鹤听到谢兰的话，脸色沉了下来，他要说话，我开口截断他，转头对谢兰说：“你今夜能宿在宫里吗？”谢兰微怔，抿了抿唇，唇角勾起一点弧度。好。他看向江远鹤，矜持的颔首：“江将军早点回去，路上小心。”江远鹤的胸口起伏，他藏不住情绪，脸上阴沉，看向我的目光又隐忍失落。我对他说：“江将军，你先回吧，日后再见。”江远鹤眼中光芒暗淡下来，他轻轻点头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是。”
皇兄等不下去，率先走进宫门，谢兰随在我身侧，心情似乎不错，跟我说着他最近的见闻。我沉默地走在公道上，将他的话当作耳旁风，出神地想着，一见到满宫殿谢兰送的东西，就会想到他，经年累月的情谊更加难以消除，不决断只会像钝刀子割肉般折磨自己。今夜就把谢兰送的东西统统还给他。谢兰宿在皇兄的偏殿，我让皇兄先别着急回去，让他和谢兰都先来一趟长乐殿，有皇兄做见证，也省得节外生枝。我让他们坐下等候，吩咐掌事宫女把谢公子送来的东西都清点出来。皇兄喝茶的动作微微一顿，轻挑眉梢，看向谢兰。谢兰站起来，不解地看着我，公主。我没有转身，害怕一看见他的眼睛我会后悔。我今天出宫是为了找你。我倾慕谢兰这事，有眼睛的人都知道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看见你跟那位姑娘情投意合，我就不与你多做纠缠了。你送我的物件，今晚就拿走，丢了烧了，怎样处理都随你。宫殿里只有皇兄喝茶的声音。我转过身，没有错过他脸上错愕的神色。你不会做我的驸马，大可以安心。谢兰盯着我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如释重负，反倒像被我伤害了似的。手掌在身侧紧握成拳，我与他只是好友，公主不必介意他。我打断他，你下午还说他只不过是路人，心里有鬼的人才下意识说谎。哇塞，小公主这么果决吗？那以后怎么推动谢兰跟叶瑶的虐心程度？有情人难成眷属多好品。那么多年的交情，小公主这一出弄得像要断交一样，有必要吗？还是可以做朋友啊？都有心上人了，亲密的异性朋友一定得有吗？小公主这么敞亮，我有点心疼她了。这些话晃得我眼睛酸，我眨了眨眼，忍住酸胀的眼眶。谢兰，我以后不会找你了。谢兰垂下眼，一向能言善辩的她此刻成了哑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低低出声：公主，你在气头上，我等你气消之后再与你解释。她离开的步伐很快，好像在躲避什么。谢兰走后，皇兄把玩着茶盏，看着我，是意气用事，还是真的决定好了？心里空了一块，跟谢兰的旧日记忆在我的脑海里飞速闪过。我吐出一口气，皇兄，我想好了。皇兄叹了口气，站起来走到我身边，摸了摸我的头发。谢兰也不怎么样，改日皇兄给你挑17、8个俊美少年。我破涕为笑，皇兄含笑看着我，捏了捏我的脸。二儿长大了，早些睡，后2日姑母在兰苑设赏花宴，二儿养好气色，会是最好看的姑娘。赏花宴，我早早的想好，那会是我和谢兰定亲后第一次在人前露面，光明正大的展示我与她的关系。现在不用了，我要听皇兄的话，吃好喝好，准备在赏花宴上相中17、8个面首。宫殿里有关谢兰的东西都清理掉了，工人从库房拿出新的用具。我刻意不去想谢兰，一天下来，我读完了2本书，写了半本字帖，不去喜欢谢兰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过。休整2天，我都在长乐殿未出，没有见谢兰，倒是工人一波一波地带进来江远鹤送来的东西：珍珠、宝剑、棋盘，还有一只蓝眼睛的猫。不是特意送我喜好的东西，像是手边有什么稀奇东西一股脑的送进来。我拨弄着白玉棋，2指夹着白子在棋盘落下。皇兄在对面问我：江远鹤对你很是上心。我点了点头。二儿觉得他如何？我想了一下，短短2面，我不了解江远鹤，似未被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带着走。他劲儿很大。皇兄好像被呛到，他眼唇咳了2声，看我的眼神很是怪异。难得还有皇兄语塞的时候。他摇了摇头：傻丫头。皇兄落下黑子，江家这些年在边境威望极高，父皇需要把他们家牢牢握在手里。不论江远鹤此番举动是真情还是假意，都是江家向父皇献上忠心。我顿了顿，所以皇兄也希望我选江远鹤。皇兄吃了我一子，你已经放弃谢兰，江远鹤是最佳人选。我垂下眼睛，空盯着棋局。皇兄的想法大概也是父皇的想法，他们想用我的婚约牵扯江家，也想让我有选择的机会，所以谢兰和江远鹤一起被按到棋局里。我捏了2枚棋子落到棋盘上，知道了。皇兄收手，看着我叹了口气。
皇兄本可以不与你说这些，但见你有魄力放下谢兰，也该知晓更多的事情。我点了点头，皇兄放心，我会去接触江远鹤。既然决定不再对谢兰上心，将目光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也没什么问题。对象是江远鹤的话，我不讨厌他，还能替父皇兄分忧，何乐而不为？我对皇兄笑了笑，明日赏花宴，江远鹤也会去吧？皇兄既欣慰又似心疼，他让工人给我送来一件华裳，衣料轻薄，宛如云雾，极美的衣服。这时空中的话又吵起来，小公主也身不由己啊，她没有强迫谢兰，爱而不得还要去接近不喜欢的人，挺可怜的。她当公主舒服了那么多年，哪里可怜了？婚事可以自己选择，嫁给江远鹤委屈她了吗？江远鹤是备胎才可怜。江远鹤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可怜好吧，他已经换了10几套衣服，就等着明天见小公主了。叶瑶明天也会去，按照小公主现在的表现来说，她应该不会再为难叶瑶，小情侣可以和和美美了。照那些话来说，江远鹤很在意我。在赏花宴上出现时，众多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给皇姑母请安之后落座，有几道目光仍旧没有收回。我扫视过去，江远鹤今天穿着金纹滚边玄衣，极为修身，他对上我的视线，微微勾唇，而我的目光则被空中的话吸引。好大，小埋，小公主是不是也盯着看了会儿？没白费江远鹤挑了那么久的衣服。我的视线飘了飘，从江远鹤胸膛挪走，微微低头，耳垂有些发烫。盯着人看，太无礼了。对面有人惊呼，谢兰的酒杯倒了，她的侍从急忙俯身擦拭，免得酒水沾湿谢兰的衣袖。她恍若未觉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小公主今天确实很好看呢。再好看，谢兰也不该这么盯着。叶瑶这2天给谢兰的邀请和信件都没有回应，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人了，谢兰还一直看着别人。那也不关小公主的事，叶瑶那么看着小公主干嘛？那日跟谢兰在临水亭赏花的姑娘正望着我，在我看过去后，她淡淡的收回视线。我对她有点印象，她父亲外派多年，前2年才回京，她一来便在京城贵女中显露才名，风头大盛。我默默多看了她几眼，这就是谢兰喜欢的女子。下一秒，我收回视线，捏紧了茶盏。谢兰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和我没有关系。赏花宴名为赏花，实则是给京中官家士族子女一个见面的机会，他们难得有正大光明相互交谈的机会。皇姑母没在宴会上待多久，就起身离开，将地方都留给年轻人。我的身份压人一等，在这里待着他们也不自在，索性带着侍女去别处散步。长公主府的花园设计精巧，我对这里无比熟悉，但每一次来都会驻足欣赏不同的花景。来这儿特意挑了一个幽静的地方，想到皇兄的嘱咐，让侍女去叫江远鹤过来。池塘边缀着金灿灿的花，我过去摘了一朵，身边有人快速经过，遗落了一本书在我的脚边。我看了地面一眼，他已经走远。那人穿着侍女服饰，身形普通，风把地面的书吹翻几页，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。一群公子小姐乌泱泱地走过来。我呐喊这里偏僻，为何突然这么多人来？就见谢兰脸色一变，快步走来，将地上的书藏进袖中，压低声音，似有无可奈何的怒火。你躲在此处看什么东西？我奇怪她的情绪，方才有个侍女。叶瑶的脸色微红，她似乎也看见了那本书，欲言又止。身为公主，应是女子表率，在这里偷看污秽浊物，岂不是？我冷下脸来，本宫不知看了什么污秽浊物，让叶小姐教导本宫。书中画色彩明亮，风吹动书页，还未来得及看明白书中人在做什么，他们2人就一起上来教训我。公主敢做不敢当，这浊物难道是假的吗？叶瑶被我说的来了气性一般，猛然从谢兰袖中抽出那本书，随意翻开一页。我看清图上内容，顿了顿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叶瑶被我问得一愣，不知如何回答。空中的话变得密集，妙了，一拳打在棉花上。第一时间脸红的人都好好想想自己都看过什么好东西。显而易见，小公主没看懂。谢兰再去抢书，为时已晚，人群哗然，看向我的视线戏谑又怪异。太傅与皇兄看得紧，从不让我看杂书，
殿中书籍都陈列在侧，杂书不能轻易运进宫。那书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叶瑶的脸涨红，公主自己的东西，还问我画了什么？她听不懂人话一般。本宫方才说了，有一侍女遗落此书，匆匆走远。什么侍女敢见到公主不行礼就匆匆离开，丢下这种书籍，公主也毫无反应。其余人不敢多看我，但微妙的神情已经表明他们认为叶瑶说的对，胸口却仿佛凝滞了一团棉花，让这股气不上不下，如鲠在喉。好脾气一点就让人骑到头上来。这时候要是再不知道我被人设计，这些年就白跟在皇兄身边了。谢兰兀地出声，这是我的东西，叶姑娘莫要误会公主。叶瑶诧异地看向谢兰，眼中竟是不可思议。谢公子是君子，怎会？看来谢公子与公主的情谊确实深厚。他看向谢兰的目光中已经带上失望，我也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谢兰避开他的眼神，转而看向我，眉眼中显露出皮色。公主，我送你回宫。谢兰看似念及旧情帮我遮掩，实际上她认同了叶瑶的说法。他们一唱一和，已经认定这是我的书，本就不是我的东西，我还要感谢他的牺牲吗？我冷冷看着谢兰，在此刻发觉我不了解他，他自以为爱护我，但他不信我，他相信他的知己，怀疑我这个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人。谢兰可以不喜欢我，但听信谣言就认定我做出不堪之举，实在可笑。堵在心中的最后一点酸涩不舍，在认清这一点后消失，我清明无比。谢公子是君子，我不是。人群后传来一道声音，他们自发分开，让出中间的路。江远鹤大步走来，身后跟着的侍女只能小跑跟上。他在我跟前站定，抽过叶瑶手中的书，挑了挑眉。这玩意儿军中士兵常常藏私，这本别说公主殿下，我都觉得制作粗劣，难以入眼。叶瑶不得已后退半步，仰头看着江远鹤，江将军，这等书籍市面难买，只能暗中交易，公主出宫不便，找不到门路也未可知。哦，江远鹤笑了一声，公主不知道门路，叶小姐看起来清楚得很。叶瑶的脸色青红，我自幼爱读书，对书籍一事确实了解。江远鹤挥了挥手，不用告诉我你的事，我刚才听到公主说这不是她的书，我是粗人，不大明白。谢公子偏偏说这是他的书，是为了什么？不过想来谢公子有他君子的考量，我一介武夫，想不到那么多，追查个侍女还是做得到的。他对着众人咧嘴笑了笑，没有一点和气，只是军中人的手段就没有那么温和了。在场皆是身份高贵、有头有脸的公子小姐，听到江远鹤明晃晃的威胁之意，已经露出不满。江将军是打算将我等当成犯人审了？我不是军中士兵，江将军似乎没有资格审我。京城不是边境，将军的威风还是收收为好。场面一度紧绷。我从江远鹤身后走出来，将刚才摘的花放进江远鹤的手里，不用江将军出手。我让人搬来椅子，坐下后才不紧不慢地开口：诸位有所不知，长乐宫的熏香都是特调，只要沾染便一日不散。方才那婢女沾了我身上的气味，做不得假。既然叶小姐不相信有这个婢女的存在，不如就禀明长公主，让她召集侍女，一查便知。很拙劣的手段，我不愿意吃这个闷亏。我细细看着所有人的神情。江远鹤认同，谢兰松了口气。有人烦躁，有人无所谓，还有人慌了神。叶小姐觉得呢？我询问叶瑶，她眨了眨眼，嘴唇蠕动两下，这是否过于劳师动众，扰了长公主休息？我抬起手搭在椅子扶手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那叶小姐的意思是，本宫声誉被毁只是件小事？叶瑶咬唇，我有点好奇了，谢兰在她面前是否会谈及我，又是怎样谈及我，才会让叶瑶认为我是个忍气吞声的人？我抬手让侍女去请姑母，边等边说，动作要快些，那香沾不得水，万一那人换了衣裳又弃至水中，可就不好查了。天气燥热，等得人心浮动，我坐在树荫底下，看着众人不同的神情。在他们的耐心告罄时，员外终于有人来了，却不是黄姑母。一个黑衣人将一个形容狼狈的人，连人带衣裳一起丢到空地里。他身上的衣物被另一套湿漉漉的衣服打湿，惶恐如鹌鹑，
瑟瑟发抖，不敢抬头。黑衣人闪身离开。我支朝下颌，看了眼底下的人，又看向其他人，瞧瞧，这是哪位的人？被谢兰叶咬质疑时，我就示意暗卫去追那个侍女。香气只是幌子，我要的是有人心慌露出马脚。暗卫抓到正在销毁衣物的侍女，我没让她立刻出现。受邀来参宴的人都是家中精心培养的子嗣，皆是有心性的人。等到他们心绪最为浮躁时，真凶受到的反扑才最猛烈。我的侍女都有功夫在身，她抬起那人的脸，毫不手软地掰着人脸向众人展示。各位公子小姐，看看这人是否眼熟？认出来的人，视线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一个脸色苍白的人身上。有脾气直率的小姐开口：叶小姐，我看这侍女跟你今日带来的丫鬟有些相像，你那侍女呢？叶瑶看起来还算镇定，只是抓着衣袖的手颤抖不止。有人笑着添乱，看来是太像了，叶小姐都不敢认。叶小姐是才女，她的丫鬟也香气袭人，不像我的傻丫鬟，只会张嘴就吃。叶瑶的脸色更白，她痛心不解地看着地上的侍女，松墨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侍女，松墨眼里盈出泪花，颤着唇开口：奴婢不想小姐每日魂不守舍，茶饭不思，所以……空中的弹幕密密麻麻。叶瑶干的，丫鬟都承认是她自作主张，关叶瑶什么事？有点脑子的人都是替主子背锅，叶瑶不是清高才女吗？这种事也做？谢兰的摇摆不定让她慌了吧？在她和谢兰成知己之前，她不就知道谢兰是准驸马吗？现在才慌，大概是谢兰总说小公主天真柔顺的缘故吧。柔顺的人谁都能欺负一把，天真算是可爱之处。但在宴席角落偷看小黄书还不承认，天真这一点就褪色了。叶瑶企图在谢兰面前削减小公主的魅力。我挑了挑眉，本宫的存在令你家小姐茶饭不思？本宫怎么不知道跟你家小姐有什么过节？松墨下意识看向谢兰的方向，极快地收回，但还是被人捕捉。江远鹤兴致勃勃地开口：哦，你为何看向谢公子？难道他与你家小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弹幕里江远鹤的名字变得很多。江远鹤，给情敌添堵的事我全做。江远鹤，嘿，看我抓住机会。江远鹤，谢兰 out。众人视线变得意味深长，在谢兰与叶瑶之间打转，有窃窃私语。早就听到了一点风声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叶小姐勇气可嘉，和公主抢人。吃，也不知叶家怎么教出这么一个恶毒的女儿，之前伪装的倒是挺好。看不出来，谢兰还是喜欢四处留情的人。我知道谢兰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，我不想理会她，也不想知道她的反应。叶小姐，你这侍女意图污蔑本宫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在场的都是人精，谁看不出来到底是丫鬟的主意还是主子的主意？我不揪出叶瑶，他们还要道我一句心慈手软。叶瑶见我没有紧抓不放，脸上的血色恢复一些，伤神又决绝地对我跪下。公主，是我没有教导好丫鬟，她与我一同长大，情分非同一般，公主也有亲近之人，想必可以感同身受。我会将她带回去严加处置，绝不再犯。谢公主仁德开恩。她也许觉得自己替丫鬟向公主求情的行为是情深意重的壮举。我看着她，没有开口，手指轻轻敲击把手，渐渐的，园中安静，手指的敲击声仿佛敲在人的心尖上。不知是谁轻轻吃了一声，蠢货。叶瑶的脸上浮现薄汗，看来叶小姐确实一门心思读书去了，不知如何管教下人，也不知分寸进退。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把一个行为不端的人跟本宫的人相提并论？我站起来，扶了扶衣袖，既然叶小姐主仆情深，那就本宫亲自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我扫了眼松墨，松墨污蔑皇室，处死。松墨立时瘫软在地上，叶瑶猛地抬头，不要。我只是喜欢谢兰时优柔寡断了些，但好歹同皇兄一起受太傅教导，怎么有人敢把我当成可以拿捏愚弄的蠢人？这事本可轻可重，轻则他名誉受损，重则……我对他微微一笑，叶瑶管教不严，酿下大错，杖30，关入大理寺。通知大理寺卿，
查清楚叶家对皇室有多少不满，一一清算。皇姑母在我处理完才姗姗来迟，她装模作样地表示了对叶瑶的痛惜，然后就叫人把他们拖了下去。不知道叶瑶哪来的力气，竟然可以挣脱2个婆子，扑过去拽住谢兰的手臂，脆弱的含泪求助：志远，你救救我，你说的话公主会听。志远是谢兰的字。两人果然亲近。谢兰垂眸看着叶瑶，眼中不忍，抬头唤我：公主，这事是丫鬟自作主张，叶小姐毫不知情，也是无辜，可否网开一面？谢兰能做皇兄的伴读至今，她不是没脑子的笨蛋。她现在用这个理由为叶瑶求情，是因为她心软，替我原谅了叶瑶的作为。我直问叶瑶：叶小姐为何认为谢兰说的话本宫会听？叶瑶露出为难的神色，视线似有若无地扫遍众人，似乎难以在人前言说。无妨，直说便可。我话毕，他才深吸一口气开口：谢公子与公主一起长大，情谊与他人不同，谢公子对公主而言自然是不一样的。虽没有完全说明白，但是能让所有人都听懂。我恍然大悟地点头，原是因为这样才让叶小姐茶饭不思。叶小姐觉得本宫横在你与谢兰之间，是你们的阻碍。谢兰脸色微变，抽回自己的手。叶瑶急急辩解：我没有这么认为。我看了眼谢兰，心里已经没有波澜，甚至还有那么点厌烦。我笑了笑：叶小姐不必担心，你们尽管相谈相交，我与谢兰虽有玩伴之意，但总归长大了，各自嫁娶人之常情。谢兰不由向我迈来一步，迫切地想要打断我的话：公主，为时已晚。趁这个机会，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件事。我向江远鹤伸出手，江远鹤微微睁眼，没有反应过来。我歪头看着他：江将军，你不是想做我的驸马吗？江远鹤握住我的手：是，我仰慕公主已久，初心不改。他的眼神太过认真，我的心头跳了跳，错开他的视线，转头面向其余人：江远鹤是本宫亲选的驸马，赐婚圣旨下到江府。叶瑶受刑之后被叶家接回，父皇把叶父贬谪出京，回京之路漫漫无期。听闻谢兰在宫门口站了一夜，等宫门一开就请示入内。我并未理会，皇兄召见他2回，都没有让他见我。江远鹤接到圣旨之后，往长乐殿送的东西更加五花八门，大到我费力才能拿起的枪矛，小到精致的金丝软甲、异域的茶饼，还有很多香料。他送的东西堆满库房，他人也时不时请见。念及以后要与他长久相处，他也有可取之处。我与他出去游玩过几次，他带我到了营地，士兵对他恭敬崇拜，我也看见他舞刀弄剑时神采飞扬的模样。这样一个人成了驸马，他自己不觉得可惜吗？从营地出来后，我与他去望月楼，等饭食时，我试探他：江将军要是成了驸马，难有上阵杀敌的机会，只能与我整日相对，不会遗憾吗？没成想他的笑意越来越大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跟小公主朝夕相对，爽死他了。不是，我还是觉得江远鹤做驸马很可惜。小公主被谢兰搞怕了吧？担心江远鹤也嫌弃她。其实不然，我认为小公主只是在试探江远鹤的心思，真心有真心的应对办法，假意有假意的应对办法。离开谢兰，小公主的智商都占领高地了，处置叶瑶那么利落，谁还把她当傻白甜？弹幕有些遮掩，我按了按眉心，听到江远鹤说：公主千万不要把我跟谢兰混为一谈，我不是她，做不了取舍。我的目的一直很明确。我看向他，他从怀中掏出一方手帕，看起来是旧物，已经被洗得发白。江远鹤无比珍惜地抹挲几下，声音柔和起来：公主兴许不记得，我初入太学受人冷落，在我郁郁之际撞见公主。公主当时心情也不好，可边落泪边安慰我，即便愚笨也要努力向学。我捏着手指想了想，怎么跟我记得的有点出入。我会心情不好的掉眼泪，就是因为她身板太硬，撞酸了鼻子。我安慰她什么了？我不是骂了她笨，让她跟别人学学眼力见吗？见她沉浸在回忆里，打碎她的梦未免残酷，还是让她这么误会下去吧。我解下腰间手帕，将她手中的那条发白手绢换过来。交换贴身之物已是男女之间亲密过界的行为。江远鹤握紧新手帕，眼里盛满欢喜：公主，
公主不必忧虑，我会留恋权势。我随父亲上边境，习武练兵杀敌，从不懈怠，一为入公主的眼，二为获得公主青睐，三为成为驸马。我跟谢兰不一样，她有抱负和红颜知己，我只要公主。她一顿话不顾我的死活，把我说得面红耳赤。我给她倒了盏酒，喝点，润润嗓子。谢兰是个含蓄的人，江远鹤是个不知含蓄二字怎么写的人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我有些不会招架，现在空中的话更让我热度不消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谢兰，踩一下。拉踩谢兰对我江远鹤来说简直轻而易举。公主我要，公主我也要，公主我还要。我忍不住扶额，在江远鹤喝了酒后，又给他倒满，劝他喝下去。本想灌醉他，却没想到他越喝越精神。我又让小二搬来一坛酒，兀地听到咚的一声闷响，江远鹤趴在桌上，醉晕过去。我打量着他，判断他是不是装的，尚未思索出结论，门口传来敲门声，我以为是小二，便让人进来。在脚步声于门口响起的一刹那，我意识到来人不是小二。我偏头看过去，谢兰轻缓地走进来，沉郁的气息化不开一般笼罩在他的身侧。他对着我呢喃：“公主，我们已经到不相往来的地步了吗？”我没有阻挡他的青云路，他要是想要跟叶家求亲，我也不阻拦。他与我也没有什么非要探讨的东西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谢兰扫了沉睡的江远鹤一眼，走来坐到我的对面，一副与我促膝长谈的架势。乐安，你不喜欢江将军，不是吗？我也看了眼江远鹤，他的心意赤诚，或许有触动，但谈不上喜欢。我未答，谢兰又说：“你真能决心与他过一辈子，不后悔？”我转着酒杯，父皇让我在你和他之间选驸马时，你在想什么？我选了你，你会不会后悔？谢兰露出一抹苦涩的笑，你都看出来了，所以才没有选我，对吗？我不置可否。他接着说，那时我以为我会因为成为驸马而放弃许多，心中不平，对你确实有怨，甚至暗中后悔，不该对你那么好，让你生出情愫。可我放下酒杯打断他，没什么可是，现在这样皆大欢喜。不，谢兰摇头，我曾经以为我是畏惧皇权，所以将怨念牵扯到你身上，默许叶咬的靠近，冷淡你的选择，以此来凸显我的抗拒。现在我发现我是错的，我愿意成为驸马待选，是因为心中有你，早在江远鹤送你回宫时，我就该承认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知为何，听着他袒露心声，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旁观者，感觉一阵牙酸，索性偏开头看江远鹤睡觉。你选择江远鹤做驸马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心意。他苦笑，太晚了，是不是？你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？说完了吗？谢兰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怔了怔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回答？知道你其实爱慕我，我哀婉两人相爱却错过，因此冷落厌恶江远鹤，或者再任性起来，求父皇收回圣旨，重新与你定下婚约。我疑惑，谢兰，在你眼里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是会为了你而针对其他人的仗势欺人的恶人，是心性不定，容易左右的弱者，还是拿不起放不下，冲动不顾后果的蠢人？我叹了口气，我曾经喜欢你，愿意在你面前做出柔顺的姿态，但是你好像真把我当成了随意摆弄的面团，所以费尽心思找到我，说了一通完全无用的废话，就以为我能回心转意。谢兰的脸变得煞白，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，既然你想说，那我也跟你说明白，我不在意你的心意如何，你说出这些，我并没有因为你的后悔感到感动，反倒是厌恶你毁了我当初喜欢的谢兰。我蹙眉想了想，我喜欢的是温润和煦的谢兰，你不是，你扭捏自负，自以为是，你现在因为没有成为我的驸马而痛苦，但如果我选了你，你又会因为失去仕途而怨恨我。我知道人心经不起细看，但也没有料到看穿一个人之后，他会和自己印象中的样子差距那么大。谢兰仿佛不认识我了，失神地盯着我。我冷冷地接着开口，也可以说，我的喜欢只浮在你的表象，你的内里与行为足以让我退却。如果这个样子的你是真实的你，那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真正的你，我们的错过并不遗憾。弹幕纷纷划过，不仅要离开他，
还认真的分析否认掉了对他的喜欢。谢兰要碎掉了，嘴真毒啊！小公主平常千万别舔嘴巴。说的也没错，当断则断，我很喜欢小公主的这一点。哪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呢？谢兰的眼眶红了一圈，她闭上眼，长舒一口气，睁开微微湿润的眸子望向我。我只是想做挽留，没想到你的真心话是这样的，公主长大了。我微微摇头，我一直是这个样子。他震惊于我的选择，皇兄却不奇怪，转而跟我分析利弊。因为皇兄了解我，而谢兰是自以为了解我，或者说浅薄的认识我之后，就认为对我了如指掌，没必要在我身上投入关注。就算没有江远鹤，他也并非良人。这天之后，我很久没见过谢兰。公主府建成之后，我与江远鹤大婚。出嫁前，宫中嬷嬷给我启蒙，我才知道赏花宴上的那本书策划的是什么，不由对此有抵触恶感。新婚之夜，江远鹤似乎察觉了我的不适，只合着礼衣与我入睡。我松了口气，顺水推舟这样保持下去。上有暑热余温，那么大的男子睡在身侧真的很热，在我几次往里挪动之后，他自觉与我保持泾渭分明。成不成亲与之前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公主府多了江远鹤每日晨起练功。我与他没有多么浓情蜜意，但相处和谐。直到某天看见江远鹤跪拜关二爷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我听不清，但弹幕在说：傻孩子，关二爷不管夫妻之事。江远鹤也是真能忍，他每晚数着公主入睡，越数越睡不着，真的很搞笑。小公主还没放下谢兰吗？也不是，小公主正在接受江远鹤，她有自己的节奏，江远鹤适应公主的节奏，很和谐。想看拉登戏，我也觉得江远鹤这副样子傻得好笑。江远鹤闻声回头，起身走过来，公主怎么了？他的眼神躲闪，有心事无法言说。我拉着他回房，他那么大的块头，我一拉他就跟着走。私下里你叫我乐安就好。江远鹤顿了一下，飞快地说：好，乐安。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就笑得露齿。我捏了捏他的手掌，吹灯吧，我去床上等你。我要看的拉登戏，不是真拉登。抗议，我要看服务型人格。天黑了，看不见了。原来说起来令人羞耻的事情，做起来是另一种滋味。我对江远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服务型人格是这个意思，他确实有一身的劲儿，难怪弹幕里的人喜欢。学无止境。我不是一个委屈自己喜好的人，尤其是江远鹤也乐意配合。契合的两人在公主府过了一段快活时光。年关，我与江远鹤入宫赴宴，在宴席上，总有一道目光时不时落到我身上。弹幕刷得飞起，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发言，还挺有意思。谢兰这是从哪个犄角旮旯回来的，瘦了那么多。小公主成亲前，她自己向太子请辞，要去体验人情百态，先入室再入室，结果和叶瑶碰上了。我还以为要旧情复燃了，结果叶瑶恨她，叫人暗算了她一顿。谢兰可是吃了些苦头。看样子谢兰还没放下小公主，不过已经晚了，小公主现在对江远鹤可满意。我有些好奇谢兰现在瘦成什么样子，脑袋刚往她的方向偏转了一下，脸颊上就多出一双手。江远鹤捧着我的脸转回去，给我布了许多菜，公主多吃一些。我看着他，他看看我，佯装自然地移开视线。我假装又要转头，他一下着急地伸手过来。我忍笑握住他的手，逗你的，你好看。我听到某处酒盏落地的声音，没有回头。江远鹤往那儿看了一眼，抹撒着我的手嘟囔：酒鬼就是容易丑态百出，不像你，喝醉了就睡，乖得很。江远鹤满意的点头。宴席之后，我跟江远鹤留宿长乐宫，江远鹤嘴上没提谢兰，心里介意得很，好一阵折腾。第二日出宫，有人站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，马车放缓速度，江远鹤掀开帘子，语气悠悠：乐安，有人大约想见你。我没什么精神，靠着他的肩补眠，随口说让他给公主府下拜帖。江远鹤的声音变得轻快，笑容和煦地对外说：谢公子听到了，记得下拜帖。我掀开一条眼缝看过去，谢兰站在路旁，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安静地离去。执着于过去的人被囚在痛苦可悲里。
幸好我是向前走的人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